很多时候，我所寻求的是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。几多压力压抑久了，心情会崩溃。所以，我并不奢求太多，只愿疲惫时有个肩膀，委屈时有一句体谅。空余时间看看安娜的野外生活，也是一种莫大的顶级享受。她凭借一己之力，在深山幽谷中建设了100亩大庄园。为了修缮破损掉的竹屋，她准备了几百根黑檀木，仅仅花费了1天时间，就完成了竹屋平台的修缮。最厉害的是，她不仅搭建出了这样的护栏，还制作出了奢华的木梯。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沉鸣，大地万物也复苏了过来。园子里的花朵争芳斗艳，沐浴在阳光下美不胜收。一大早，阿黄就带着自己的小兄弟，把领地巡视了一番。晨起的安娜来到厨房，劈了一些柴火，点燃了熄灭已久的火炉。来到竹屋的平台上，把平台各处仔细检查了一番。虽然竹屋平台已然修缮完成，但地处深山的地理位置和暴雨频发的天气状况，竹屋底部框架也久经岁月的摧残，就连底部支撑柱都破损严重。看似完好的支撑柱，实则已被贪吃的白蚁损害的不轻。仔细甄别了每一处支撑柱，确认了需要修缮加固的地方。由于旧的支撑柱已损毁严重，所以安娜决定在竹屋底部重新搭建全新的支撑柱，来保证竹屋的稳固性。当然，精确的把控数值，才能保证后续的安装能严丝合缝。测量好长度，安娜返回了竹屋，取回来存放于屋里的油具，架设好木板，用卷尺在木板上标记好位置，再给需要处理的木板上压好木板，方便自己工作。安娜拉动油锯，顺着标记点把木头锯开。由于木板上预留有富足的位置，所以只需靠近支撑柱挖出坑洞，再把木板埋入坑洞中，就能起到加固作用了。工作虽然枯燥无趣，还好鸭妈妈带着鸭宝宝畅游在河水中，时不时来串个门，给沉闷的工作增添了一丝趣味。按照一样的方式，给需要修缮的点进行加固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坑洞的深度必须进行多次调整，才能保证木板严丝合缝地契合在一起。埋置好支撑柱，安娜取回来较长的木板，把木板架设在支撑柱顶部。虽然位置都是提前计算好的，但安装上去还是费了一番功夫。为了使新的支撑柱物尽其用，安娜又重新制作了一批木板，把木板依次插入竹屋地板和底部框架之间，确保新的支撑柱能受力到竹屋。经过一番调整过后，才把木桩完全送入了竹屋底部。按照一样的方式，在其他固定点放置上木桩，使用木头充当大锤，把木桩砸入竹屋底部。高强度的工作还是给安娜带来的压力，不仅是手掌上的麻痛感，还有流淌的汗水在见证。稍事休息，继续忙碌，依法炮制此过程，把竹屋底部加固起来。历经大半天的忙碌，才把此处工作完成。安娜来到竹屋里，测试了竹屋的结实性，踩着梯子来到另一侧，查看了木桩的契合度，确认无误后，安娜返回了另一边，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。由于之前的木梯已经不能使用了，
所以如何搭建一个全新的木梯，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。原材料的选取决定了成品的使用时限。为了保证木梯的坚固性，安娜没有采用之前的搭建方式，而是准备采用更为坚固的木桩来进行木梯的制作。刚开始工作，天空却下起了雨，飘洒的雨点迫使安娜不得不转移了工作地点，把材料运到竹屋下，在木头上测量好位置。由于木头的厚度过厚，不能直接使用，需要用手电钻在标记点钻上钉孔。再把处理好的木头组装到一起，使用铁钉在连接点进行固定。一番忙碌过后，才把木梯组装好，使用锤子把梯子各处敲打一番，确保不会出现疏漏，才开始安装木梯。此时统筹安排的好处就体现了出来，毫不费力地把木头推下平台就可以了。冒着雨水的侵蚀，来到屋外，把木梯的位置调整了一下。踩着木梯来回上下几次，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安娜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来到河边清洗了一下，看着越下越大的暴雨，安娜只能停下了手头工作，回到竹屋升起了火堆。竹屋顶部破损的窗口，预示着接下来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忙碌了。看着屋外没有丝毫停歇意思的暴雨，安娜只能匆匆结束了今天的工作，无缝衔接的忙碌了一天。一整天视力米未尽，早已是精疲力尽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努力造就实力，态度决定高度。因为有梦，所以才会披星戴月；因为有想，所以才会奋不顾身。终日里的忙碌，也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只有不去在意世俗的眼光，才能做好最强大的自己。人生总会有失意，但从中你会品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，那就是认清了事物最真实的一面。所以像安娜这样全能的女人，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高度。她独自一人在深山幽谷中建出了100亩大庄园。为了使庭院通上电，安娜利用水流高度差的原理，建设了一个河坝式的发电设施。黎明的曙光揭去了夜幕的轻纱，温柔的灯光把木屋装饰得光彩夺目。坐落于幽谷中的庭院，也恍若童话仙境一般。虽然昨日的冬雨匆匆而来，却也未惊扰到这一方小世界。一大早，密室大军就盯上了小鱼池，把鱼池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忙碌的身影矗立在池水中，吃的是不亦乐乎。河道中的鸭群也在河水中轮番表演着倒栽葱的绝活。起床后的安娜收起了晾晒的衣服，收拾好一切来到院子里，扛起一根木料，拉开了今天的劳动序幕。来回跑了多次，搬运回来材料。由于之前的平台护栏随着平台的拆除已经舍弃，所以今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给新的平台安装护栏。虽然刚开始工作，但沉重的木料还是给安娜带来了压力。宁静的山涧间，只有走路的回音回荡在山谷中。为了给木梯也安装上护栏，安娜使用卷尺把平台各处测量了一下。看着平台的跨度，安娜一番思量才动了起来。拉动油锯，按标记点把木料锯开，先制作出护栏的支撑柱，把支撑柱依次安装在平台周围。由于中间提前预留了空缺，所以安装起来是十分方便。当然，鉴于木梯木板的厚度问题，必须先用电钻钻出孔洞，安装好支撑柱部分，使用铁钉把连接点加固，方便后续工作。开始制作护栏的横梁，为了保证横梁能完美契合到支撑柱上，安娜选择在每个支撑点位切割出槽位，再使用凿子把槽子凿出来。契合的槽位
才能保证安装时能严丝合缝。最后再把凿好槽口的横梁依次安装到支撑柱上方，还是一样的操作方法，较厚的木头钻上孔洞，再用铁钉来进行加固。为了保证栏杆的安装不会出现疏漏，安娜仔细测量了每一处的落地差。在木头上做好标记点，使用油锯对木头进行切割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安娜选择在木头上用正反间隔的方式进行切割，这样等全部处理完材料，只需使用工具辅助敲断，就可省去2次加工的过程。依次把处理好的护栏安装到框架中，大概留出均匀的间隔就可以了。一番忙碌过后，护栏就制作完成了。再三检查了木梯扶手的牢固性后，安娜开始处理屋顶的问题。岁月的流逝不仅仅是磨损了竹屋的平台，原本的屋顶也破损严重，一个个破洞仿佛一张张大嘴，想要吞噬一切。为了修缮破损的屋顶，安娜只能进入了林子中。虽然进入了冬季，但处于热带地区的山林，地面毛峰草长，恶劣的地面环境，每走一步都得使用宝刀来开路，来防止辣条的出没。找了一棵品相不错的棕榈树，爬上树顶砍了一些叶子。由于挑选的大树，上次砍掉了一些叶子，导致一棵树上的叶子不足以来使用。于是安娜又找了一棵树，经过大半天的忙活，才收集到足够的叶子。棕榈叶的叶柄长满了倒刺，稍不注意就能划伤到你，所以叶柄部分必须处理掉。为了方便自己把叶子运回去，安娜把叶子捆绑在了一起，收拾好叶子才拖着叶子踏上了返程。虽然获取叶子的地点距离竹屋并不远，但大半天的折腾也把安娜累得够呛，顾不上休息，来回跑了几趟，把所需的材料给运回来，早已是精疲力尽。来到平台上脱去了外套，和狗子玩耍了起来。你别说这干活时候不见踪影，一看二狗子受宠，其他小伙子也急匆匆的前来争宠，只有阿黄把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任凭安娜再三召唤，也是醉卧拱桥赏冬景，任你召唤也徒劳，让平淡的生活徒增一丝趣味。时间慢慢流逝着，由于需要上到屋顶捆绑叶子，安娜取回来了木梯，小心翼翼地踩着木梯来到屋顶，仔细检查了屋顶的牢固性后，安娜才开始忙碌起来。由于屋顶部分只有顶梁的部分破损严重，所以只需把中间破损部分拆除掉就可以进行安装了。聪明伶俐的安娜临时制作了一把趁手的工具，使用工具把叶子运到屋顶，开始修缮与安装屋顶。还是按照之前的办法，把叶子依次捆绑在框架上，历经大半天的忙碌，才把叶子铺设完成。最后再给顶部压上竹筒，用来固定住叶子，屋顶的建设就完成了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安娜踩着木梯回到了地面，在竹屋中检查了一番。阿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默默地来到安娜身旁，来到屋外把拆解下来的枯叶清理掉，回到竹屋清扫了一番。如果我们觉得被逼着做某些事情时，不必为此感到无奈或懊恼，因为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不是坏事。不妨学一学这个女人，当别人还在野外为食物奔波的时候，她却靠着种植技术出产了各种山货，带着出产的物资来到了集市，干起了薄利多销的买卖，还能小富一把，大买特买的买回了各种物资，准备起了圣诞节的事宜。你肯定听过这样一首古诗：呀呀呀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一大早鸭群就嬉闹于河水中，嘎嘎嘎的叫声仿佛是在提醒大家，千万别入羊群，一入羊群深似海，何时转阴复归期。嘶哑的声音像极了被嘎了阴带的精灵，令人忍俊不禁。在一片声浪的环绕下，女主人闪亮登场，随着一声熟悉的召唤声，千军万马也不再躲藏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有了兵强马壮的鸡国特种兵来抢食，就连同样实力不可小觑的鸭群
也失去了争抢的意图，混乱的场面好不热闹。安娜来到禽舍前，查看了近几天的产蛋情况。棚子顶部的孵化点堆满了刚刚面世的鸡蛋。安娜拿起了铁锹，开始清扫禽舍的卫生。由于此次禽舍底部的建设使用竹板制作了悬空地面，而且提前在竹板上预留有缝隙，所以清理起来就方便了许多。只需把底部堆积的杂物处理掉就可以了。阿黄和狗子像极了一对父子，默默地关注着安娜的一举一动。为了使清扫出来的禽粪物尽其用，安娜返回了木屋，取来了背篓，打算去山坡处的种植点去看看，顺道把成熟的植物收割下来。收拾好工具，踏上了收获之路，带着狗子们一路前行，来到了河边。虽然阿黄提起下水是比较抗拒的，还好有着安娜的带头，淌水而过，来到河坝前。早先的河坝奄奄一息的躺在河道中，在垂死挣扎。只有水渠中的电机一切如常，挺拔着自己的身姿，向女主人展示着自己的妖娆身段。并未停留的安娜带着阿黄继续前行。终于来到山坡前，为了给植物浇水，安娜先灌了一洒湖水，才进入了山坡。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，颇有一番故地重游的意思。赶了大半天路，也累得够呛，坐在石头上休息了起来，顺便把狗子们召唤了过来，宠溺地把玩着狗子们。休息了片刻，安娜开始忙碌了起来。前一阵种下的芋头生长得不错，俨然变成了一个个大胖小子，懒散地趴在土壤中，露出了调皮的小脑瓜，等待着安娜来采摘。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收获，却很少有怀着播种的心态，做出播下种子的行为。只有安娜做到了。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堆积如山的芋头承载着满满的收获喜悦，大半天的忙碌才把芋头采摘完成。别看阿黄平时蔫巴巴的，碰见个洞就发了癫，刨的是十分得劲。由于提前考虑好要卖山货，山坡上还种植了大量的生姜，所以生姜的采摘也是头等大事。一番忙碌才收集到了一堆。为了方便自己携带，安娜坐在石头上，使用宝刀把叶子去除掉。刨了大半天的黄哥终于累倒了，趴在一旁恢复着体力。安娜处理完生姜，把芋头按一样的办法处理了一番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工作还在继续。不省心的黄哥却带着几个小伙子跑没影了，只有时不时传来的叫声，证明这家伙又在干坏事了。安娜处理完一切，取回来芭蕉叶，把叶子铺在箩筐中，把芋头装入箩筐。正想着召唤阿黄，不曾想这家伙又神出鬼没地回到安娜身旁，在箩筐中铺出隔层，把生姜也装入背篓，坐下休息了片刻。把禽粪均匀地抛洒在植物的底部，再给各处浇上水，才收拾好工具，踏上了返程。一路前行，才回到了竹屋。安娜升起了火堆，准备在平台上把芋头再处理一下，好方便自己明天赶集时候售卖。安娜使用宝刀把芋头上的根茎全部处理干净，保证芋头的外观完美，方便自己能卖上个大价钱。处理完一切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安娜把山货重新装入了背篓，背着背篓返回了木屋。虽然忙碌了一天，自己还没吃口东西，但看到院子里无数张嘴
正等着自己进行投喂。于是安娜取回来了杂粮，前往了禽舍。虽然还没有召唤，厄吉眼的鸡鸭大军寸步不离地跟在安娜身旁。投喂好食物，安娜来到禽舍前，仔细检查了每一颗鸡蛋，毕竟要保证正常的孵化，还要保证有足够的鸡蛋去售卖。一番挑选，把鸡蛋都挑了出来，再三确认没有问题后，才端着鸡蛋返回了木屋。人是活给自己看的，做一只展翅的雄鹰，没有人鼓掌也要飞翔；做一棵无名的小草，没有人心疼也要坚强；做一朵深山里的花，没有人欣赏也要芬芳。加油吧，我的朋友们！